你敢相信吗？微软、谷歌、亚马逊 AWS， 甚至英伟达的生态伙伴，全都在疯狂重仓同一个地方——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单单是微软和谷歌，就接连宣布了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连字节跳动这种中国出海巨头也在悄悄布局。很多人看到数百亿美元的资金涌入，直接得出一个结论：AI 时代的数据中心正在离开新加坡，东南亚的科技中心即将易主。但如果你仔细看资金流向，就会发现一个极度反直觉的现象。如果新加坡真的输了，为什么这些 AI 巨头的亚太总部、核心法务和融资团队依然死死锚定在新加坡？为什么最重要的跨太平洋海底光缆依然选择在新加坡登陆？这根本不是什么老牌中心被取代的衰落剧本，而是一场足以改变东南亚未来20年财富格局的产业大重构。AI 时代最大的赢家，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的新加坡或马来西亚，而是一个正在疯狂吸金的新柔超级算力走廊。很多人以为跨国企业把数据中心建在新加坡，是因为这里经济发达，政策稳定。这只说对了一半。全球互联网时代，最核心的硬通货根本不是土地，而是数据流量。新加坡手里捏着的王牌，是整个东南亚最密集的海底光缆网络。这些光缆向东连接美国和日韩，向北直通中国，向西辐射欧洲。新加坡在数字时代的角色，就是一座信息流量的马六甲海峡。要知道，全亚洲有超过1/3的跨国数据流量都要在这里进行交互和中转。这里不仅是光缆的物理交汇点，更是整个亚太地区数字信任的基石。数据天然向这里汇聚。紧接着，跨国金融机构来了，亚马逊 AWS、微软 Azure、谷歌云纷纷在这里设立区域节点，这就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闭环。数据越集中，企业就越离不开这里，企业越扎堆，数据就越庞大。这种网络效应直接把新加坡推上了东南亚数字经济的铁王座。但这套无往不利的打法，在 AI 大模型爆发的今天，突然撞上了一堵极其坚硬的物理高墙。从底层逻辑来看，互联网时代拼的是网络带宽，而 AI 时代拼的是极其粗暴的电力和算力。过去建一个大型的传统数据中心，10几兆瓦的电力支撑就绰绰有余。但今天，你要跑满一个顶级的 AI 大模型训练集群，动辄需要几百兆瓦甚至上千兆瓦的能源。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概念，哪怕只是让 ChatGPT 回答一次问题，耗电量也是传统谷歌搜索的10倍以上。如果把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模型训练任务叠加在一起，那简直就是一个吞噬能源的超级黑洞。这直接击穿了新加坡的物理承载极限。新加坡最缺的是什么？就是土地、电力和淡水。AI 数据中心不仅是吃电狂魔，它庞大的液冷系统还需要海量的水资源。光是给服务器降温所需的冷却水，就能让新加坡原本就紧张的水资源调度面临巨大压力。在一个国土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连淡水都需要进口的国家，大规模搞 AI 算力中心，经济账根本算不过来。这就逼出了一个新的产业逻辑，过去的数据中心必须追着客户走，而现在的 AI 数据中心必须追着便宜的能源和土地走。美国本土的算力正在向德克萨斯州的沙漠转移，中东土豪开始在荒漠里建超级园区，而对于东南亚来说，承接这波泼天富贵的完美容器就是柔佛。柔佛的地理位置简直是为现在的产业溢出量身定制的。它跟新加坡只有一桥之隔，但资源禀赋却完全反转。这里有大片未开发的土地储备，极具性价比的建设成本，以及比新加坡便宜得多的电力供应。对于急需扩张算力版图的 AI 巨头来说，这些全都是最致命的吸引力。比如柔佛的士年纳科技园，现在简直成了全球算力资本的朝圣地。那里的工业电价和土地租金可能只有新加坡的1/3甚至更低，但网络延迟却可以控制在极低的毫秒级别，完全满足大模型训练的需求。所以短短2-3年内，
柔佛直接迎来了史诗级的数据中心建设狂潮。英伟达联手当地电力巨头在这里部署超级计算机，各种几百兆瓦级别的巨型项目排队开工，有些单一园区的规划体量甚至超过了过去整个东南亚数据中心容量的总和。国际资本市场现在把柔佛看作亚太地区增长最快的数据中心市场，但这里有一个极容易被误判的细节，柔佛吃下的这些100亿大单，绝大部分并不是从新加坡手里抢走的，而是新加坡现有的物理空间根本装不下，主动溢出的增量项目。表面上看，服务器搬走了， GPU 集群去了对岸，耗电的机房都在柔佛拔地而起，但整条 AI 产业链里利润最丰厚、附加值最高的部分去了哪里？答案还是新加坡。企业的亚太总部依然设在滨海湾，100亿级别的融资在这里交割，顶尖的 AI 算法人才在这里研发，复杂的跨国法务和合规团队在这里运转。最关键的是，那些决定数据走向的海底光缆核心交换节点，依然牢牢控制在新加坡手里。换句话说，柔佛拿走的是重资产、土地密集型的基础设施，而新加坡保留的是高利润、知识密集型的控制大脑。事实上，新加坡政府正在悄悄进行内部产业升级，他们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到了绿色数据中心、量子计算研发以及 AI 治理规则的制定上，试图在更高的维度建立新的护城河。这种产业分工在世界经济史上太常见了。纽约的金融帝国背后是新泽西的基建支撑，香港的繁荣离不开珠三角的制造腹地，伦敦、东京全都是这个逻辑。一个真正成熟的全球化枢纽节点，从来不需要把所有脏活累活都留在自己家里，而是要学会利用周边的资源建立庞大的经济腹地。而今天的柔佛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成为新加坡建国以来最具战略价值的超级腹地。现在你再回头看两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的新柔经济特区，就会明白这绝对不是一次普通的招商引资，而是一次极具野心的顶层设计。AI 时代的竞争门槛太高了，它需要的不再是某一个单一的明星城市，而是一个全要素拉满的庞大生态系统。未来的跨国 AI 巨头在东南亚的布局标准动作会变成这样：在新加坡设立全球指挥部，搞定融资和顶尖算法研发，然后跨过新柔长堤，在柔佛的算力园区里部署几万张 GPU， 利用当地的廉价电力日夜不停地训练模型。资金、技术、算力、制造在这里形成一个跨越国界、完美互补的产业共同体。这就好比当年香港的金融资本与深圳的制造能力完美结合，创造了珠三角几十年的经济奇迹。而今天的新柔特区正在数字空间里重演这一幕，这意味着东南亚历史性地获得了一次打造全球顶级产业带的机会。美国有硅谷，中国有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而未来东南亚拿来参与全球 AI 争霸赛的最强王牌，就是这条打通了资本与算力的新加坡到柔佛超级走廊。这才是全球主权基金和科技巨头们真正用真金白银压住的宏大叙事。未来10年，东南亚最精彩的商业剧本，不是谁取代谁的零和博弈，而是大脑与身体的完美融合。新加坡提供全球连接、资本杠杆和顶尖大脑，柔佛提供广阔土地、充足电力和强悍的算力肌肉。这种1+1远大于2的化学反应，正在催生东南亚第一个真正具备全球统治力的 AI 超级集群。它不仅会重塑本地的就业市场，更会深刻改变全球科技产业链的权力分配。那么问题来了，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财富重构中，你认为未来10年东南亚最大的 AI 赢家到底会是谁？是继续掌控资金流和数据霸权的新加坡，是拥有无限扩张潜力的柔佛，还是这条正在强势崛起的新柔超级算力走廊？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最真实的判断。如果你喜欢这种拨开迷雾、直击政经底层的深度拆解，记得点赞、转发并订阅频道。下一期，我们将继续为你深挖 AI 时代
新加坡还在暗中布局哪些足以改变区域格局的战略大棋？我们不见不散。